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二签署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并指示俄罗斯国防部确保俄罗斯武装部队维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和平。分析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几天前前往欧洲求援，并仍强烈要求加入北约，刺激到了俄方。而美国方面则不断带节奏，大力炒作俄要出兵，生怕俄乌打不起来，没有一丝一毫劝谈促和的意思。普京在自己的安全利益得不到美国重视的情况下强势出招，乌克兰会如何反应？战火会否燃起？这将给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格局带来怎样的变化？本期节目，评论员杜云龙、白梦辰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签署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普京还签署了俄罗斯与这两个共和国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指示俄罗斯国防部确保俄罗斯武装部队维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和平。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普京已经部署俄罗斯军派出力量作为维和部队进驻这两个共和国。视频显示，在乌克兰这两个地区，人们欢呼普京的决定，燃放烟花，挥舞俄罗斯国旗，演奏俄罗斯国歌。特约评论员石红观察指出，目前还难以获悉俄罗斯具体派出的军力信息，但是能够看出俄罗斯开始暴力破局，对西方进行更强力的施压，让西方满足俄罗斯的战略诉求。从快速反应角度来讲，应该是俄罗斯原先部署在罗斯托夫地区的地面部队。那么现在俄罗斯还是注意把控节奏的。如果西方呢，还是不顾及到俄罗斯的战略诉求，那么俄罗斯将会采取更大的行动。此前已经有消息显示，乌克兰政府军不断违反停火协议，向乌东已经独立的两个地区进行炮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指控乌克兰军方2月21号发射炮弹，摧毁了俄军一个边防哨所，并说俄边防部队成功阻挡乌克兰一侦察小队跨境破坏，打死5名乌克兰士兵。但这些都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俄方称还俘获了1名乌克兰士兵。作为危机当事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顾国内形势，赶往慕尼黑安全会议，向西方表达加入北约的强烈意愿，希望以此获得西方国家的安全保护。他甚至对美国等国家表达了不满，称他的国家不该永远地充当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带。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进成认为，不当缓冲带就必须完全西化。泽连斯基在他上台以后呢，乌克兰局势的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可以说是更多的倾向于西方。他们甚至把加入欧盟还有这个北约等等呢作为他们重要的国家的战略目标。如果他选择不当隔离缓冲带，那么他必须要完完全全的倾向于西方，他必须从自上而下进行完全的西化的这个改革。